定价228，三头雕配置，拉满了。这次我只能说是真的拉满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雨辰北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事不宜迟，大家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。老样子，依旧是先从外包装看起。跟上一款一样，本次依旧附带了一个运输盒。不得不说，增加运输盒还真是个好决定，至少不会再有之前出版布罗利那样彩盒直接烂掉的情况出现了，这点必须好评。彩盒呢，则依旧是一贯以来的风格，包装上整体颜值还是比较高的。那打开彩盒就可以看到，虽然吸塑只有一层，但是内容还是很丰富的。头雕就足足附带了3个，除了原本的常态之外，本次还附带了飘发的常态头，面雕则是共用3张，分别是微笑脸、严肃脸和怒吼脸。超赛附带的面雕也是3张，分别是怒吼脸、严肃脸和咬牙脸。那在这3个头雕里，我这个静态的常态头发会有前发和面雕都比较松的问题，其他2个则都比较紧实。手型本次则是附带了7对，分别为2对握持手、五指并拢手、开掌手、握拳手、龙爪手以及发波手，还有一个可以装载在发波手上的魔闪光特效件。最后，既然是特兰克斯，那自然少不了这把非常标志性的长剑。剑带的连接方式和腕带是一样的，然后剑可以直接拔出来。这次的剑比较特殊，整体是在透明件上进行涂装，在剑身上做了一个渐变的效果，露出了原本的红色剑尖，可能是想做出类似血迹的效果，还是比较好看的。然后我们来看本款的造型表现。那这次在塑体上，魔器是使用了和万代 3.0 未来特兰克斯相同的塑体，造型则是换为了穿着无袖马甲的长发特兰克斯。当然，这个马甲的设计也和万代一样是不可穿脱的。然后在双腿上则是增加了一些战损的痕迹。那这款让我比较纠结的一点是，魔器的这个长发特兰克斯因为缩模问题，身高居然还要比万代的短发特兰克斯矮一点，这在还原度上就差点意思了。然后因为球冠大小的不同，魔器的这款和万代是不能互换头雕的，把万代头雕装上来就非常松，反过来则是根本无法安装。那虽然头雕不能替换，但是面雕还是可以的，像左边就是万代头雕装了魔器的面雕，右边则是魔器头雕装了万代的面雕，这一点还是不错的，给两边都解锁了新的玩法。而且如果把两边的头雕组合起来，还会出现这种惊人的效果，这气质瞬间就变得温婉了起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款的可动表现。先看头部，由于长发的干涉，本次头部的可动范围就比较小了，左右旋转的幅度还可以，但后仰就几乎没有了，前倾的幅度勉勉强强，而左右侧摆就可以直接忽略不计了。但是换成超赛头雕的话，可动就会好不少了，后仰的幅度还是很大的，前倾也比较不错，左右侧摆的幅度也会增加。胸腹关节的可动也是比较不错的，弯腰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幅度，腰部还可以360度旋转，然后手臂带有一段下拉关节，大臂平台可以达到90度以上，同时还有360度的大臂平转，曲肘可以达到135度左右，前踢90度，侧踢也是90度，后踢则因为限位只能在斜后方达到90度，屈膝则是130度左右，脚部可以360度旋转，脚尖带有一段上抬关节。好，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，本次魔器可动的这个特兰克斯，在整体造型和把玩手感上都是比较不错的，配置非常丰富，可玩性也很高，并且228的定价更是非常加分。总的来说，对于喜欢这个造型的玩家还是很推荐购入的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想法，都可以发在评论区，我会尽量一一回答。了解龙珠 SHF 相关资讯，可以加入我的主页群聊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这里是雨辰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